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节目我们会来特别关心92%的以色列人已经承认说伊朗赢了。纳坦雅胡现在为了保政权，可以说是硬拖中东下水，而川普现在可害怕了，他怕成为过去的卡特2.0，开始会反压以色列吗？今天大主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提醒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记得帮我们的节目按赞。那一样的呢，上个礼拜收到很多的观众朋友在留言区跟我们一起做互动。如果希望这周继续做互动，可以写下思敏你在哪一个城市收看，一样的我会亲自的来做回复。那么也请大家继续的帮我们按下热推键，或者是没看到热推可以写下热推2个字。好，先欢迎我们的在场来宾，首先欢迎陈立伟孙大千委员，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思敏好，各位朋友好。好，还有前海军舰长吕礼士舰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观众朋友，今天的美伊的火线话题一样的，我们会有3个开场的火线话题。等一下呢，会请来宾来一一帮我们就今天的大主题来做一个分析。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点，也就是现在呢，关键在于以色列哦，以色列要不要停火？而且呢，现在内部竟然有92%，高达90%的以色列人，他们认为伊朗已经赢得了这一场战争，而以色列说他有打赢战争，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可以说他几乎是输掉了整场战略吗？今天我们会一起来做解析。第二件事情来关心到的是，美伊60天有望就可以正式的来签下了和平协议了，但是现在的关键，如我们刚刚特别看到的，纳坦雅胡他会愿意答应吗？纳坦雅胡为了保住政权，现在还是持续的进攻黎巴嫩，要把黎巴嫩拖下水，这场战事真的停得了吗？看起来要打上问号了。第三件事情来看到，美国现在压力可大了，这一场战争到现在已经烧掉了400亿美元，重点是这个金额只是一个初估而已哦。还有非常多的金额还没有被算进来，现在川普可担心了。本来他说呢，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强势总统，可以立刻的解决美伊战事。现在说呢，恐怕变成了当年的卡特总统，说现在是卡特2.0啊。开始反过来，他会来施压以色列来做停火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这一场美伊停火之后，其实我们要来看到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最新一轮的谈判在周末，在这个瑞士已经出现了这个初步成果。确实，现在双方有释出一些善意，包括成立了这个冲突化解小组，也设立了高级委员会等等哦。说呢，大家要一起来好好的谈有关于这个和平协议的方案。现在包括了巴基斯坦跟卡达也跳出来证实说，谈判其实呢这一次的进度还不错，最快60天内就可以签署成协议了。真的吗？可以这么的顺利吗？现在的关键点，最大的变数，也是观众朋友一直很好奇的，就是出在以色列了。以色列现在到至今还是持续的轰炸黎巴嫩，尤其是它的南部地区，造成了至少最新的这一波攻击，16人死亡，多人受伤，直接踩到了美伊备忘录有关于黎巴嫩要停火的这一条红线上面。另外，来自于美国自己媒体内部的报道，是来自于华盛顿邮报跟纽约时报的报道，他们特别点出了美国的情报单位已经正式的警告白宫了。他们认为纳坦雅胡接下来会为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而不惜一切的去破坏美伊的和谈。纳坦雅胡的压力还包括来自于国内的人，现在最新的民调出炉都非常的不信任他，甚至非常夸张的是92%，90%以上的以色列民众认为战争的赢家是伊朗，而且纳坦雅胡的不支持度非常高，支持者93%认为伊朗的得利更多，70%的民众不相信纳坦雅胡宣称的战果，56%认为他的表现是失败的哦。支持率正式的跌破了30%，所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先来关心超过90%的以色列民众认为这一场冲突最大的赢家是伊朗。从目前的情势来看，真的是这个样子吗？纳坦雅胡的支持度来到了新低，只剩下30%。再来就是接下来要选举，而且他还被判这个贪污哦。他接下来会怎么做？会不会真的努力的去阻止美伊之间的和谈？孙委员怎么看？对，在这场战争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提到过，就是在这场战争里头，
只要伊朗没有输，他就是最后的赢家。那么到目前为止，伊朗在这场战争当中，他不但没有输，那么现在看起来哦，这个接下来的相关的这个 MOU 的签署，或者是协议的这个方向哦，那么伊朗恐怕远比没有输得到的更多哦。那么所以当然，伊朗绝对是在这场战争当中参战的三方哦，就是美国、以色列、伊朗算是最大的赢家了。因为大家想想看，当时伊朗所要面对的是全球军事第一强权美国，跟中东军事第一霸主以色列两个国家联手的攻击哦。在这两个国家联手对伊朗进行灭国之战的时候，伊朗居然挺住了哦。那么，所以在这一点上，光是在国际社会上，伊朗在这一战就一战成名了。就是美国跟以色列联手打都没有把伊朗打趴，那么就代表说，伊朗以后在全球的地缘政治里头来说，它就是一号人物了。那么更不用讲说，伊朗在这场战争当中，它所发展出来的这种不对称作战哦，将来一定会成为未来战争的一个很重要的范本了。那么第二个部分就是，原本伊朗长期以来就面对美国的经济制裁的哦，那么国际社会对伊朗其实坦白讲，一向观感也不怎么样。但是在这一次的这个战争之后，美国为了这个尽快的从伊朗这个战争的泥淖当中抽身哦，他不惜做出了如此重大的这个各式各样的让步哦，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伊朗的石油可以堂而皇之，不需要偷偷摸摸的卖到全世界去了，然后甚至美国对伊朗长期的经济制裁，未来都极有可能松绑，还不要讲说美国这个叫中东的国家跟他亚洲盟友去出那3000亿帮伊朗重建哦，那么这些东西都是在战前哦，这个伊朗想得却不可得的哦。那么在这场战争之后，美国双手奉上了。那么第三个关键的重点是在这场战争当中，伊朗这个实兵演练了一件事情，他知道他可以不要有核弹，因为呢，赫姆兹海峡就是最好的核弹。如果赫姆兹海峡再加上阿曼海峡，就是2颗核弹哦。就他这次非常有效的用赫姆兹海峡的这个掌控权这样的一个这个地缘的关系位置哦，就掐住了全球能源跟这个粮食的咽喉了。那么，所以其实对伊朗来讲，他就算承诺我以后不发展核弹，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他手上握的一个是随时都可以用无限次的使用的核弹哦，就一颗核弹你炸一次就没了。可是赫姆兹海峡你却可以长期的使用，一颗核弹你只能炸一个地点，可是赫姆兹海峡你只要掐住了这个咽喉，你对全世界都会造成威胁哦。所以从这个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哦，从整个这个大国博弈的这个角度来看，从这个伊朗希望在这场战争当中得到的这个相关的这些经济利益跟资源来看，其实当然。如果要严格来讲，伊朗的确是这场战争当中最大的赢家。好，是连这个以色列90%的民众都认为是伊朗赢了。那接下来这个纳坦雅胡会怎么做？为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自保，会怎么做出决策？那没有美国的支持，以色列有办法单挑伊朗吗？杨老师又怎么看？我目前觉得，其实现在在瑞士展开了谈判这个60天，大家要知道，它还没有进行到所谓核武跟浓缩铀。他在谈的是海峡，然后呢，反封锁，也就是封锁的解禁，以及黎巴嫩的问题，也就是真主党的问题。那这个60天之后呢，如果真的达成协议，才会进行比较困难的，也就是核武跟浓缩铀。那伊朗这边当然也可能会提赔偿或整个中东安全的问题。这是形势之下使得大家不得不接受的一场谈判，但我觉得现实困难重重，绝对不会是这么单线的哦。伊朗完全取胜，美国从中东退出，以色列内塔尼亚胡、Bibi 遭受挫败，然后呢下台一鞠躬，我觉得绝对不会如此，因为美国不会放掉中东这一块肉。美国在中东有这么多的军事基地，虽然受创，但是呢，它还是影响力十足。它也要防止伊朗崛起，整个掌控中东，成为地缘政治的最大赢家。伊朗现在虽然看起来在不对称作战上是赢了，但是呢，它的代价是很高的。它整个经济、民生，而且接下来政治能否真的稳定也不确定。所以，
你现在看到的是，美国绝对不会这么轻易的放掉他手中的一切。那我觉得会是一个动态的僵局。那甚至呢，可能各自都退一小步。比如说荷姆兹海峡大概的航行，但是伊朗还是会掌控，比如说管理局、服务费，甚至指定航道，因为他知道这个是自保的，最重要核弹级的保护的关键。那美国就不可能全然的去放掉一切，那也不可能放掉一切之后，他怎么对美国内部的交代？就等于是真的是签了一个失败协议。也最后这个3000亿美元也不可能美国自己掏腰包，根本可能不一定会真的出现，真的出现也部分的会要海湾国家去分摊，甚至日本跟韩国。我会说你现在油的问题解决了嘛？你看在6月17号之前，布兰特原油94块，今天78块，一下掉了很多啊。我们现在连中油都可能要降价了。所以受惠的国家会有一些。因此，我个人觉得，以色列这边当然也知道，现在内塔尼亚胡已经是后内塔尼亚胡时代。因为他10月7号之后再连任的机会不高了。对，他再怎么闹，再怎么搅局，我觉得都不高了。但是呢，有一个东西不会变，那就是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所以，当施米留问我说，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以色列能不能够单挑伊朗？如果以色列主动要去搅局、挑战伊朗、攻打伊朗，美国不会支持。但如果伊朗跟这个攻打以色列的话，我觉得美国一定会全力的去支持他，而且美国会支持以色列持续的在未来在黎巴嫩或者是巴勒斯坦的这些征战。就算新的政府上来，这个基本的态度也不会改变，也许稍微会缓和一些，不会像内塔尼亚胡这么的强硬派。而且这么强硬，到后来证明他的战略是错误的。所以我觉得接下来会是一个动态的僵局，而且大概就维持这边这种长期的不稳定中的稳定。然后呢，让这个伊朗忙于这整个区域，忙于美国的压力，而美国依然能够在这边维持它的军力跟影响力。好，那我们等一下同样的问题也特别请教舰长怎么看。所以就是接下来川普对于这个纳坦雅胡的态度，您又怎么看呢？因为现在其实美国的内部真的是压力非常的大。刚刚也特别提到有关于战损的部分哦。CSIS 这边做出了一个最新的估算，就是在这场冲突当中，美国现在花费已经高达了400亿美元。那这个是初步的一个数字，因为呢，当然还有很多是有关于这个原本就编列的军费，其实都还没有加进来。再来就是川普的另外一个压力来自于美国国内民生嘛，我们都知道他的通膨压力非常的大。现在呢，油价最高一度是来到了每加仑4美元，一个家庭就要多支出了250美元哦。那么再来就是川普的政治压力了。他本来觉得说，我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总统，很快就可以结束掉伊朗，结束掉这一场战争，几周之内甚至几天之内就可以。结果没有想到打到现在已经超过了100多天。还没有办法停止。有人说，川普越来越像当时在1980年的这个卡特总统，大家还记得吗？当时卡特是因为伊朗的人质危机，所以拖垮了他的整个任期。现在川普是不是有点像他的翻版呢？因为我们看到他在各方面不断的让步，不管是说被迫签下这个 MOU 啊，或者是解除部分对于伊朗的这个限制，甚至要承认伊朗的主权，还要帮以色列收拾残局。有人说这个叫做川普最不愿意承认的卡特2.0正在成型。舰长怎么看？究竟有多么像卡特2.0？那我们看当初在凡尔赛宫里面签的那一个 MOU，谁先签名的？是川普先签名的。那接下来我们才看到的是伊朗的总统签名的。我们回想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无论是在欧洲战场、中国战场或者太平洋战场，谁先签名的？都是德国跟日本，那后续的才是盟军的当地的元帅。那例如说，在中国战场就是何应钦将军来签名的，所以这就注定是输了。还没有看条约的内容，那例如各国都有，那外交部都有条法司，都有礼宾处啊，难道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吗？怎么可以让川普总统先签呢？先签就是输了。那这第一个，第二个有关于我们讲到说。
会不会未来有关于这个逼纳坦雅胡停火？其实你可以不要开火。那这个问题其实布林肯之前就讲过了。布林肯说，当初你们现在所听到的种种情资，他说拜登总统人类都听过了，那只是拜登总统没有做开火的这个决定啊。那至于说我们讲到说现在这一个到底重建基金是多少？400亿，那所讲的，也就是无论是被击落的 F-15啊，或者是这个 F-35啊，还有那个 RQ-4、MQ-9，那个这一些无人机，大概就是这个数量。可是难道美军不再回这一个波斯湾吗？他要回去，他怎么样收拾这个？无论是第5舰队，或者是卡达的长城预警雷达，还有乌代德空军基地，那这一些通通都要重建起来。之前就算过了，它需要4000亿，那这个根本就跟天文数字一样。可是川普现在到底追求的是什么？他其实追求的是只有历史定位吗？可能不止如此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可能要追求的是他的第3任期啊。现在田纳西州的这个众议员奥格斯，他已经准备要修改这个宪法宪法修正案第22条，也就是总统不限两次的任期。那而且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我们再回想川普总统的很多动作，什么动作？第一个，他做了有关于白宫宴会厅的这个改建，什么时候完工？2029年1月。难道他改建是为了他卸任吗？当然不是嘛，对不对？他或许更想要在那边开启第3任期的一个宴会嘛。那另外，他还要建构这个川普级的这个战舰。我请问一下，什么时候开始打造？2030年呢？他现在做的这一个专案这么伟大，可是呢，2030年他已经下台一鞠躬了。谁下一任总统共和党的都未必帮他做，范式都未必帮他做，你可能要求这一个民主党帮你做吗？那当然不可能。所以他要追求的是第3任期。好，谢谢舰长。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